卡霍夫卡水库大坝被炸之时，很多人以为俄军会凭借着倾泻的河水阻拦乌军在赫尔松地区进行反攻，但让人没想到的是，这却帮助乌军在反击时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6月23号，乌军凭借着第一个特战小队，便在第聂伯河南岸建立了桥头堡。直到现在，俄守军呢还是拿这支突击小队没有办法。本期影片，大兵就来还原一下乌军小队渡河的完整过程。普里戈金这家伙还真的是让人意外，居然要逮捕绍伊古，但仅凭着3-4千人，他应该办不出让人更意外的事情了。不过俄国内出了这种事情，对战场或多或少会有一些影响，趁这个时间点提前做点部署吧，或许可以让我军南线攻势更顺利一些。进来吧。哟，我的总司令来了，哈哈哈。普里戈金那事儿你也收到消息了吧？最近呢，咱们在南线的进攻基本已经停滞了，没有空军的配合，很难突破敌军防线。前线机械化部队进行突击，还不如轻步兵渗透好用。我在想，利用普里戈金这个机会，开辟一条新的进攻路线，吸引敌军，减轻扎波罗热附近的进攻压力。目前暂定的方向呢是赫尔松的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卡霍夫卡大坝被那帮家伙炸了之后呢，整个第聂伯河沿岸附近被洪水淹没，但他们的运气明显不太好。近期咱们这边都是高温天气，河道快速干涸不说，甚至这座大桥附近1956年修建的老路也在大水退却后显现了。借着这条废弃道路，我军完全可以修建渡口，将坦克、装甲车此类装备运送到对岸。虽然没有空中配合，这么打会有一定损失，但只要势造得够大，那么一定能够吸引部分敌军回援赫尔松。而且一旦我们可以把一个旅级部队渡过第聂伯河，便可以建立一个庞大的桥头堡阵地，直接进入南线俄军的大后方，威胁克里米亚。老师，先跟你说2个好消息，北约那边已经确定好援助战机的时间了，丹麦的 F-16预计会在2个月后抵达我军。扎波罗热附近战线久攻不下，美国提供了一个解决方案，他们已经批准向我军援助陆射的小型精确制导火箭弹，预计秋季交付给你们陆军的海马斯部队。这个战术我考虑过，可行性很高。这种武器150公里的射程，结合卫星定位，可以相对提高我军的支援能力，打击敌方阵地。选定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作为新的进攻方向，咱们的想法不谋而合。目前赫尔松南岸，敌方并没有修建什么大的防御工事，守军除了 VDV 还能打一点，其余就是战斗力比较弱的第49集团军了。因此派遣小规模的特战队渡河渗透完全可行。来找老师的路上，我拟定了一个简单的作战计划，咱们联系一下其他人，再具体商量一下。今天的作战会议非常简单，我军决定趁俄国内发生的事件，在今天夜间对赫尔松安东诺夫斯基大桥附近进行小规模渗透作战，为扎波罗热战线分担压力。暂定第73海上特种作战中心派出一个连队，其中70人乘坐快艇，2栖车辆分散渡河，剩下50人在大桥下方待命，随时准备支援。第一波特战小队渡河过程中，我军河北岸会有野战防空导弹对俄罗斯空天军进行警戒，155毫米自行火炮和火箭炮对敌军阵地进行火力压制。先头部队完成渡河后，需要迅速控制大桥附近的丘鲁平斯克建立警戒阵地，后续支援部队再将坦克等重型装备运至南岸，一起向俄军阵地发起突击。如果计划顺利，敌军必然会从其他区域调回部队防守这一区域，届时咱们南线的战士压力会小很多。在6月23号，一众乌克兰高层确定作战计划后，驻扎在尼古拉耶夫的乌军第73海上特种作战中心立刻确定了行动所需的装备，开始向目标地进发。当天夜间11点前后，渡河行动正式开始。根据乌军公布的相关视频看呢，乌军首批特战小队的行动还算顺利，双方经过短暂的交火后，大约有50多人成功渡河。而综合之后的消息看呢，完成渡河的乌军迅速控制了安东诺夫斯基大桥东部桥头下名为丘鲁平斯克的据点，后续利用多艘快艇加快渡河速度，
循环往复将突骑小队不断地送到河对岸，并依靠占据的据点构筑防线。值得注意的是，在俄军得知乌军意图后呢，并没有第一时间进行反击，直到6月24号，俄第205独立摩托化旅和隶属第7空中突击师的第108空中突击团才对乌军阵地实施了反击。那么结果呢，也可想而知啊，凭借已经修好的防线，乌军是成功化解了俄军攻势。之后，俄军为了消灭或者驱赶这一小股乌军，在6月24到6月30号曾出动了飞机、坦克、装甲车和大量步兵。但乌军那边呢，为了给第聂伯河南岸的乌军特战小队提供支援，早已将 S-300防空导弹和诸多火炮运抵附近，为他们提供空中警戒、火力支援。俄军呢，始终是无法清剿乌军突击小队。最后，在6月30号，他们不得不用伊斯坎德尔战术弹道导弹和 TOS-1A 温压火炮系统来打击乌军阵地和对岸桥下乌军驻守部队。但是洪水呢，对于河岸附近破坏严重，所以即便是俄军动用了重火力，还是没有达到驱逐乌军夺回阵地的目的。反观乌军小队，则将靠近的俄军步兵一一歼灭。目前呢，乌军还在从赫尔松地区调遣兵力，不断地增加第聂伯河北岸。截止到本月初，在安东诺夫斯基大桥附近的乌军已经从最初的1个连左右，逐渐增加到了6个连左右。乌军第406旅的一个榴弹炮连也被转移到了赫尔松防线。目前接触线沿线的炮击强度迅速提升，俄军呢只能在远距离对乌军小队打击和封锁，其派出的突击清扫分队已经撤回多次了。那么问题来了，除去乌军把握俄罗斯内乱，为什么乌军行动能够如此顺利呢？首先啊，乌军能够如此成功地突破俄军防线，完全是俄军炸毁了卡霍夫卡水库大坝，自作自受。因为大坝被炸呀，俄军沿第聂伯河下游构筑的防御战壕、雷场等措施遭到大水冲刷，被破坏，尤其是他们铺设的雷场几乎被彻底摧毁。本次乌军渡河后呢，攻占的丘鲁平斯克地区也因为水灾损毁严重，俄军不得不放弃成为无人驻防的灰色地带。而且从地貌看，乌军控制的北岸地势较高，两岸相隔1公里多一点，乌军后方的火炮阵地可以居高临下，轻松地打击丘鲁平斯克和整个安东诺夫斯基桥周围的地区。狙击手、迫击炮以及任何其他类型都可以辅助乌军小队完成进攻。甚至他们完全不需要无人机，仅凭着望远镜就能观察当地俄守军的一切行动。有这个优势所在呢，乌军才能不断地对俄军阵地和后备部队进行远程火力打击。另外，俄军对于战场的失误判断也为乌军反击创造了条件。因为在大坝被炸之后呢，俄军预判了乌军强渡第聂伯河，对南岸发起攻击的可能性非常小。于是呢，便理所应当地将该地区的主力调往了扎波罗热等战线。所以当乌军真正发起攻击之时，俄守军呢不仅没有足够的兵力在此防线进行布防，甚至连及时做出反应的时间都没有。而近期的战报显示呢，在乌军渡河初期，俄军并没有对其进行阻止，以至于乌军从最初的几十人的渡河袭击，逐渐扩展为了6个连500多人的兵力。当然，打铁还需自身硬呀。乌军渡河计划能够成功，也和他们先前展开的多项军事行动有密切关系。从去年俄军从赫尔松北岸撤离后呢，乌军在双方隔着第聂伯河对峙期间，曾不断地派出侦察小队，冒着俄军炮火进行渡河尝试。当时乌军成功地在赫尔松、在第聂伯河出海口三角洲的多个小岛上建立了警戒阵地。虽然此后呢，俄军利用炮火优势将各个小岛上的乌军驱逐，但是他们对于水文、水况都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并且对涉水作战进行了提前演习。也正是因为如此，才有了乌军小股部队搭乘冲锋艇和2栖车辆快速渡河，顺利建立桥头堡阵地，之后还能快速地将支援部队和装备运送到南岸。在短时间内，在丘鲁平斯克集结了一支规模不小的部队，并且扛住了俄军的多次反击。目前，俄军为了阻止乌军继续扩大第聂伯河左岸的阵地呢，正在从其他区域将更多的兵力和装备向安东诺夫斯基大桥附近集结。但是这无疑会产生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如果俄军将主力调至附近，那么在其他防守区域是否会留下空档呢？毕竟乌军在此地已经是有多达6个连的兵力了，但其主力尚未出动，
因此不排除采用同样的战术，沿着第聂伯河其他区域寻找新的突破口。到时候俄军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力，还像这次一样，那么很可能就会出现乌军多地快速登陆并且快速推进，桥头堡遍地开花的局面。由于俄军在这里设置的雷场已经被洪水冲垮，因此乌军在进行快速突进时可以更加的放心、更大胆。这种情况呢，很难保证俄军在赫尔松的防御体系不会像去年的哈尔科夫一样崩溃。当然，也不排除乌军在这次偷袭得手后呢，俄军重点加强了第聂伯河沿岸的防御。如果是这种情况，那么乌军大概率是找不到新的突破口了，只能在安东诺夫斯基桥附近继续投入兵力。但是为了稳定阵地，并且继续进一步发展，还需要不断地投入新的兵力和兵器，这无疑增加了乌军后勤保障的压力。总而言之，围绕着安东诺夫斯基大桥及其附近区域的争夺，很可能会有更加复杂的变化。但是从乌军起初的目标看，他们想在各个接触线上发起对俄军的主动攻击，以极少的牺牲来消耗俄军战争资源，同时扰乱俄军兵力部署，迫使其从扎波罗热抽调部队，让对手疲于奔命的目的已经初步实现了。未来究竟是乌军桥头堡遍地开花，还是南线东线持续推进，那就要看俄军的选择了。以上部分信息是大兵根据最新的战况推测，如信息有误，欢迎在评论区纠正。我是大兵，我们下期视频再见。